习近平给李希的中纪委一个最新命令，这工作必须干好，干好了，你李希的2位下属就能明年正式晋升副国级。要是干不好啊，那就是政治流放。那明年李希退休了，他推荐的人能晋升中纪委书记吗？那可是正国级啊，基本上没戏。这个岗位习近平早就有自己中意的人选了，而且还不是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8月22号。昨天我看了新华社的报道，中纪委又开了一次全会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中纪委一年呢，通常只开一次全会，它终究是没好事。你要清楚啊，中纪委整个的全会不也就是那么133个人吗？这100多人啊，是掌管着穿透式的整体1亿公务员。中纪委现在的格局是什么？其中啊，王岐山的人马已经基本被清洗的差不多了。现在他还有一位下属叫做肖培的，虽然说担任了中纪委副书记、正部长级，这已经到头了。因为中共官场啊，它讲究一个叫做你在什么山上啊，你就唱什么歌，甭管以前谁提拔的你，你现在要对你的唯一领导啊效忠。咱们必须讲一个历史上中共啊有一个专门举手的官员啊，山西的老农民，他说的很清楚啊，说的很朴实，说一心心向党中央，谁在中央呢啊，我就忠于谁一样的。你在省里，你忠于省委书记；你到了中纪委，你就中纪委书记。甭管你原来的老领导现在是国务院总理还是人大委员长，不重要。你比方说吧，这次李希提拔了自己的2位下属，其中一个呢叫赵世勇，是担任中纪委组织部长；第二个呢是这个江苏省纪委书记，他叫做张忠。这俩人啊，他都是50多岁，很年轻的，前途无量。现在是正部长级了。对于这俩人啊，是一次由副部到正部的晋升。你说他该感谢谁呀？他感谢的人没有别人，目前只有李希。在中共的体系中，能干的中纪委书记的，他一定是一个狠人。他难道不清楚自己的地盘在哪儿吗？你别人打招呼没用的，你原来领导提拔你到副部了，那是过去式了。现在想升官，我是你唯一的领导，一票否决权。所以说啊，有很多人海外自媒体的人说，这是原来这个人大委员长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提拔的人，不重要。现在赵乐际没有实权了，那只是一个正国级的虚职，他签字不管用了。第二，有人说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啊推荐了那个赵世勇，这件事啊，那也都是过去式了。中纪委明年呢，这个李希就退休了，毕竟他今年71岁了。另外一位搭档也是副国级的，叫做刘金国，71了，明年都72了。中纪委这2个大头啊，会一起退休。那提拔上来的人呢，目前看是50多岁。这俩人毫无疑问，目前他是李希提拔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说第二件事啊，就是明年的中纪委书记有可能是这俩人吗？我觉得呢，基本上没戏，连10%的机会都不到。以前的节目咱们预测过七常委明年的构成了，这里边老习啊有一个半人选，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副国级中宣部长李书磊。为什么他是一个不二人选了？因为他是一个老纪检，也担任过中央监委的副主任，他是在纪委是干了将近4年的。你想想，业务很熟啊。现在在中宣部长干的也不错，年龄也只有62岁，所以他是一个明年21大的中纪委书记正国级的不二人选。那你说他万一要出事儿呢，或者被政敌啊参了一本，说和哪个女星保持不正当关系这种事儿，万一出事发了呢，老习还有一个备选，那就是现在的中纪委副书记自己的富平老乡，他叫做孙新阳。这个呢，在公安部担任过一段时期的
纪检组长，那时候扳倒了谁呢？扳倒了孙立军啊，说明这个人啊也是十足的陕西嫡系狠人。你看人家有这一个半人选了，李希留下的人马啊，你只能是担任一个副职的。但是中纪委副书记有2个呢是副国级，那一个呢是担任了监委主任，第2个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，这俩职位啊一直是高配。今天呢咱们就来详细跟你聊一下这次老习给他们的任务是什么。你看公报前面讲了什么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啊，那都是每次都说的车轱辘话，没有意义。你重点看他的后面说了什么新词儿，他也说的很清楚，叫做严明换届纪律。习近平最关注的那就是明年21大我要顺利连庄，这是要走向终身制啊。但他也怕2件事，一个是民间的反对声音，给你创作一些小漫画啊，给你录一些小节目啊，来讽刺你小维尼熊啊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政法委。名字啊起的高端大气，叫扫黑除恶，扫什么黑除什么恶啊？所有的黑恶势力背后不都是共产党的罩着吗？但是啊，老百姓一听这个啊，很多话他就咽回去了。失业了，什么没工作了，房贷还不起了，这些事儿啊，现在不许说了。你说啊，你就是黑，你就是恶。那你说老习怕另外一帮人呢，就是中国的公务员系统。这些人啊，有钱也有闲，也有一些心里的怒火。为啥呢？以前改开的时候啊，我们还能收点钱，企业挣钱了，哎，我们也挣点。现在天天搞这国安治国，外企都被你吓跑了，大家都收不上税来，你反而让我们觉得压力山大。这些人啊，也是一肚子牢骚。而官员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喝点酒啊，就给你创作点小段子。而这种段子如果一旦传到民间啊，在网上一沸腾啊，那就有可能催生行动和什么呢？连任期间的躁动。他也怕这个，那谁来监督这1亿党员和1200万的公务员呢？那就只能是党内的亮剑中纪委出马了。中纪委这100多人啊，人人他都不是善类，不然的话你根本就进不了中纪委。这100多人分布在国务院各部门啊，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重要的军队、金融、大学、新闻媒体，这里边啊都有中纪委的耳目。这些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只要吃共产党的饭，无论你是不是党员，还是民主党派，还是非党员的公务员，你必须听共产党的，听习主席的，不然啊，你就是反党分子，你就是要接受被调查的对象。而中纪委有一招啊，比政法委厉害啊，那就是抄家。你说现在的官员谁能经得住抄呢？谁在地板底下，而自己在农村的老家里边不买点现金，不买点美元和金条的呢？而且这些人抄家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权利，比如说抄了50根金条，他往上报可能只报10根，剩下的40根呢，他查案人员自己就分了。大家也知道，真正不受监督的权利啊，那是更贪。而且现在他们推行2个办法，这是和公安学的，一个叫做大数据归集，另外一个叫做智慧办案。你听着是不是挺文艺的？但实际上是很残酷啊。根据他们对外宣传的口径，通过大数据系统呢，他查每一个官员，包括招投标期间，包括土地买卖期间和大型贷款融资期间，你的近亲属的账户有没有频繁的不正常的来往。那再就是你亲属的公司股权有没有在招标期间和之前的半年有异动。如果有异动啊，他就会亮红灯，亮红灯以后人家就关注你，接下来就可能查你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些人也要靠查案子升官发财的。那你说中共的官员怕纪检委的，那纪检委谁监督呢？你可以说没人监督，因为这100多人呢，名义上的监督机构是中纪委的监督室，
但这个监督室通常你很难监督自己人。所以说中纪委啊，在中国的存在，它几乎就是东厂和西厂，它无法无天，只属于皇帝的。